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打开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，欢迎；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被埋下了一颗令人不安的种子。结婚前他不是这样的，对我从来不斤斤计较，跟我的家人相处也很融洽。这才结婚1年，怎么说变脸就变脸？在所有我需要他的时刻，他总是不在，总是沉默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他为什么总是要逼迫我在他和我的家人中做出选择呢？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越来越没有盼头了，我跟孩子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觉得他对我越来越过分了，连孩子的姓氏都擅自做主，根本没有把我和我的家人放在眼里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张先生32岁，来自陕西职员；黄女士32岁，来自陕西个体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晚上好。好，欢迎。今天是黄女士要来的是吧？是的，主持人。结婚1年，对。婚姻一地鸡毛。是的。说说吧。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还好，但是这个结婚之后吧，婚姻状况目前比较糟糕啊。自从就是走进这个婚姻吧，就感觉自己背了一身债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当时就是结婚的时候嘛，我们那边是给彩礼的，其实要的也不多，8万块钱，他们家里人也没有人说任何的事情，但是这结婚了，就说我们同意，对，就给了嘛，二话也没有说。但是这结了婚之后吧，然后突然的就是。他是有一个哥哥跟嫂子，他哥哥跟嫂子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说，当时给的这个彩礼钱的话，不是我公公婆婆给的，然后是我公公婆婆问他哥哥嫂子借的这个钱是需要还的。当时我就有点懵，我说不是当时没说这个事情吗？怎么现在突然就是让还这个钱呢？这个就诚信有问题了啊！这个主要当时也是因为。着急结婚嘛，结婚再来我家里这边，因为按照我们当地习俗的话，结婚他要买3金呀、衣服呀，还有那个香火钱、离娘礼等等，还有待客呀等等，要花不少钱。加上彩礼的话下来可能得10多万，将近20万了。所以说当时家里经济情况也不是太好，然后就差着这个彩礼钱，我和我爸这边商量就。没有这么多钱嘛，所以说，那你就直接跟他商量就好了。你说我没有这么多彩礼钱，他没说。对啊，你为啥不说呢？也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一来我们这边面子也抹不开嘛，按照我们的习俗，这个彩礼，多多少少都要给呢。那就直接说嘛，多少钱不就完了吗？他这8万算你们那儿要的高的吗？也不算很高。就属于中等水平吧，就行吧，那就是没有违背当地的习俗嘛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，也就是人家姑娘没有瞎开口，是这意思吧？没有。那还有啥解释的？结婚多久哥哥嫂子来要账？结婚有个半年，就是大半年的时间。就来催债了？对。结婚之前，借这笔钱的时候，我和我爸去找我哥商量这件事的时候，当时我哥说这个钱也可以。慢慢还嘛，也不用太着急。然后我和我爸就把这个钱借下来了。然后我想着说，我也在上班，然后我爸还能帮一点忙。现在突然人家我嫂子那边人家给我打电话说是，他家那个孩子现在要上学要从那个公立学校。人家家急着用钱是吧？对。那这8万块钱您还了吗？
没有，我不愿意还这个钱，我觉得这相当于就是给我的嘛，你现在又往回要，还不止这8万块钱呢。我们就是当时的买房是婚房嘛，就是公公婆婆就是给哥哥嫂子，然后还有我们一人买了一套婚房，包括装修。然后去年过年的时候吧，回家了之后，公公婆婆说他们年龄大了，然后他们之前也帮着还了一部分债，就是剩下的债让他们兄弟2个一人还，然后给我们又分了10万块钱的账。你说搁谁能接受得了呀？那刚进门是不，人都想着婚姻是幸福的，我感觉我这来扶贫来了。这个买房的分的这个账的话，他相当于我和我哥，我是兄弟2个，兄弟2个呢，我爸我妈把那个钱，他首付款交了，父母出的，然后剩余的在那个首付里边，给我们一人分了有10万块钱的一个账，然后就是意思让他们这笔钱是当时买房的时候钱不够嘛，肯定也是从亲戚那边凑的。你们家这个挺逗的啊。好，你事先说清楚其实都没什么，但是你事后要这感觉就不舒服。对。行，明白了，等于这姑娘刚嫁到这家里半年左右就背了18万块钱的债务。对对姑娘来说，后面还有啥事儿？年初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离那个城边上不是很远嘛，我们那个高速公路拆迁了。拆迁？哎呦哇！但是没有我们的事儿呀。拆迁的时候，你看还账的时候有我们，拆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，然后公公婆婆都没有告诉我。那这个拆迁款给谁了呢？拆迁款人家把我大姑姐叫回来了，说是大姑姐远嫁不容易，带着孩子，哎，愧对大姑姐，把这个拆迁款要给我大姑姐。哥哥有吗？姑嫂的时候原来说是没有，但是今年我发现了，人家不是转学嘛，人家在那个孩子要转的那个新的学校门口开了个便利店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们家的表嫂，表嫂跟我说是公公婆婆给拿的钱，所以我就心里有点生气。哎，这个心里确实不舒服啊。我觉得太偏心了，不是这样的时候。这个我说句公道话，确实你公婆愿意给谁就给谁，这个理上面就是这么个理。但是从你们的角度呢，确实这事儿做的有点偏心。你公婆应该跟你关系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反正是我觉得啊，经济上吧，你看也没有给我们帮助，就是该不该我们还的这个账吧，都分给我们。这个拆迁款也没有给我们，带孩子也没来给我带。从我怀孕的时候，每次产检都是我自己去，每次都是我自己去。他在外地啊，他在外地帮不了忙。你说公公婆婆在家里也不给我搭把手，然后我生孩子之后，孩子都是我自己带，没日没夜的全是我自己带。我自己除了带孩子之外，我还要给孩子做家务、洗衣服，都没有帮到我。然后偶尔来帮一次吧，我记得就是帮了一次，我大姑姐还说，就阴阳怪气的跟我说是你看妈年龄大了，给你们没成家的时候帮你们成了家了，成了家之后了，这还要给你带孩子，源源不断的都是在给你们付出呢，就抱怨你知道吧？说下去了不仅看孩子，那是不是还得花钱？就是这么说的。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，孩子现在多大？8个月。你啥态度啊？啥意见啊？当时给我媳妇儿她爸妈这边那个彩礼钱，想把这个钱先借回来，给我哥那边让人家孩子先上学。哎，我特奇怪，我现在基本感觉这一家人都在针对你，是为啥呀？你生的儿子还是闺女啊？儿子。生的儿子。那应该大孙子，老人应该很喜欢呀。我怀疑因为我老公一直在外地嘛，就是我生产的时候他也不在，然后当时吧，我就让孩子跟我姓了，因为我生气啊，他没回来，他不回来。那你为什么？户口上的谁的姓儿啊？我的呀。那个要彩礼钱是在生娃前生娃后啊？生孩子前，结婚的时候。公婆拆迁是在生娃前生娃后啊？就是生娃后。生娃之后是吧？最近的事儿。那就可以理解了吧？你都没跟老公商量？对，他就自己私下就去，拿着户口本和出生证明就去给娃把户口上了。这不是可以改的吗？那我觉得，那你们家都这样对我了，经济上又不帮我，然后账还让我还，而且这些账是凭空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感觉这本来就没有的这个事，我就一点都不想还。那你都还给我施加压力，我就感觉这。难怪呢，你在外地干嘛呀？我在外地做工程的，因为经常外地来回跑。那你挣钱吗？
一般化吧，手里一般化是什么意思？也就一个月也就7、8千块钱。一个月7、8千，那你一个月给他多少钱过日子？ 3千块钱，是吗？对，因为还要还房贷。够吗？不够。还什么房贷？我爸当时交首付给我们买了这个回房。那房贷谁来还？我来还嘛。不在那3千块钱里头。不在。3千块钱就是你跟儿子的费用。对。啊，所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让他先把8万块钱的彩礼钱拿出来。对。给你哥。给我哥先让孩子上学嘛。行吗？肯定不行，怎么可能把这8万块钱彩礼钱呢拿出来呢？你媳妇都已经娶进家了门了，你现在问人家要这个钱，那你借8万，借8万。不借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把钱借了，把媳妇退回去呗？那你娶别人是不是也要花这个彩礼钱呢？你现在问我要，那是啥意思？把媳妇退回去？那你让孩子给你姓了，那我觉得我就和倒插门一样，我到你家了，那你家应该给我彩礼，而不是我给你彩礼。人家倒插门的给彩礼的多得很，我们从倒插门的人还有盖房呢。没事，咱就把孩子名字改过来不就完了吗？姓儿改过来不就完了吗？那他现在凭空多了20万的账，我肯定不愿意去改呀，对不对？我感觉都在针对我。对，如果你孩子这个姓不改过来的话，我自己去找你爸妈去要这个钱去。那你张这个口嘛，我肯定是没法说的。不是，你爸妈知道这个孩子跟你们家姓吗？知道，我爸妈当时在呢，因为他不在呀，没人照顾我呀，只能我爸我妈。对啊，他生孩子的时候你为什么都不在呢？那我也是为了上班嘛，为了上班挣点工资嘛。那我都离家远，一般都在外地。不是，那你当时也没安排家里什么人来照顾一下媳妇儿？当时因为他是岁产嘛，岁产这个也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生，所以说开始也就没有。家里也没人照顾是吧？当时也就我妈去，生的时候看了，在旁边待了。那有啥用？来的时候都生完了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？就是朋友介绍认识的。哦，很快就在一起了是吧？谈了有个3、4个月。你看就是很快嘛。行吧，那你今天来啥目的啊？他如果就是愿意就是还这个钱的话，那这日子要不就不过了算了，你咋过呀？那好。如果不过的话，那8万块钱的彩礼还退给他吗？肯定不退啊，为啥要退？儿子到底跟谁走？那我肯定想跟着我。儿子也带走。行吗？这个方案？不行。那你给个方案呗。我给的方案就是给孩子改姓。然后呢？孩子必须给我姓，然后我和我爸妈商量，然后把这笔钱我们就认了。什么钱就认了？就是这个，当时找我哥借的这笔钱，然后我和我爸就把这笔钱给我哥还了嘛，就是借了这个彩礼钱。所以你们家人多不地道啊，多不厚道啊，多算计人家，哪有这么算计人家的呀？你爸妈只要不让你哥还了这10万块钱，那8万块钱就可以给你哥的孩子上学去了，为什么非要逼着这边还呢？首先也是他把孩子的姓改了，然后我就想着，我这边当时给的彩礼，再来举办了酒席，招待的亲朋好友，然后我的亲戚朋友，然后都知道我结婚了，娶了媳妇儿。不是，人家还生了娃了呢。然后娃也不跟我姓啊。不跟你姓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那我面子上也挂不住啊。你产检的时候你也不在，你什么都不管，你要什么面子啊？那我给钱了呀。你给了什么钱？不是要走吗？你还给了什么钱？就给了生活费嘛。每个月给了3000块钱。这么恶呀？那你给了那3000块钱，那是因为……不吵了，赶紧带着娃走吧。这都图穷匕现了，这哪有感情啊？在说啥呢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啥吗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啥吗？你有没有把这个女人放在一个人的角度啊，兄弟？这是你老婆吗？是。爱她吗？不爱。现在基本可以推出来了嘛，就所有的事情是从8万块钱的彩礼开始的，男方家里耍了个心眼儿，媳妇儿娶进门再把钱要回来，这是事先商量好的，没想到碰到一个刚烈的女子，生了个大孙子，直接让大孙子跟妈姓，
这婆家可就受不了了，于是就出来了所谓的10万的房子钱，然后就出现了拆迁的事儿，都分就不给你们分，实际也许是真分了，只不过没分到你口袋里，在他口袋里，对吧？现在就拿这件事儿说事儿嘛，倒逼嘛，你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呀？只要把孩子的姓儿改过来，咱们一切事儿都好说，这些事儿都抹了，这不能说吗？不就较着劲吗？改不改啊？这个我得跟我爸妈商量一下。所以各自揣着小账本儿，这日子咋过呀？各位老师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节点，我再问一下。公婆来索要这8万彩礼，是在生孩子之前还是之后？就是生孩子之前。有错的是在你们，这很容易被人家的感觉，这就是骗婚。他当然有错，但是你们接二连三的犯错。一个女人生孩子，生得泪流满面，这时候最需要自己的丈夫陪伴在身边，您因为工作忙，自始至终不出现，他就以此为理由表达自己的愤怒，一怒之下把孩子的名字随了妈妈姓。你们现在想用2笔债来倒逼，他用一个姓来倒逼你。所以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商业谈判，我真的不想用感情用爱情，你们现在就是赤裸裸的商业谈判，它的最终的结果那一定是离婚，你们是没法过下去了。今天虽然是在爱情保卫战，对你们2个人说谈情谈爱太奢侈了。谢谢。谢谢于老师，来吧，于老师，听听年轻人怎么看啊？30岁啊，真的30岁就比我大个2、3岁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真的很少劝人家离婚哦，就在这个舞台上几乎没有过。我今天劝你转身就走，因为你才30岁，你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，你不可以说你已经认识一个人的真面目的情况之下，你再继续掩耳盗铃。他今天可以因为一个姓氏，然后来给你闹出这么多的幺蛾子，然后给你进行这么多，连哄带骗带压榨的，然后带威胁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出来，他明天会因为有别的诉求，同样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而且这个东西是他的根，他的认知，他的生长环境，而且你会发现他们家是一群人，是的，逗你一个人。对，我现在就感觉自己就在他们家就是单枪匹马一个人。对，所以现在趁你还年轻，还走得动，赶紧走，转身就跑啊！说完了。哎，曲总，8万彩礼要回去，认为娶你不值。10万的债要让你们共摊，认为娶你赔了。拆迁款不分你的，认为你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现在拿着孩子的姓来做文章，在谈条件，真相是他们只把你当成养育孩子的工具。综上所述，必须离，马上离，就这样。啊，这么干？这应该是我在爱宝最短的点评，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谢谢老师。就这么做就好了。李娜老师，这一家人坏透了，你挑的男人不好，可能我眼光不好吧。你挑的男人不但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，甚至会跟他们一起来。刚刚他不是说了吗？要跟你接下来过日子的话，你先给孩子改姓，他再去做父母饲养工作，这个先后次序就很有意思。而且补一句，他还没有把握，没有承诺说能搞定。就算是他这一次搞定了，过2天你敢不信又有人拿着借条来？你的娘家和你自己一个独立的带着娃也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女子，你们一家都要被这一家人所稀释，多可怕！所以赶快走，你最幸运的是有支持你的父母，8万的彩礼再加上你的父母的支撑，你和孩子应该过得还不错，不用指望这一家人，离这一家人越远越好。离婚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
就特别可怕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就是我第一次听到男人骗婚的，我提8万，奔儿都不打就给你。进了家门之后，关键你看那要债的那个时期啊，应该是孕后期了。啊，对。8、9个月了。嗯。孩子快生了，我先通知你。这太坏了吧！这8万块钱，你看你们要的理由是要给侄子上学是吧？对，是吧？是的。那第一次要的时候，距现在已经很长，1年前了。你儿子没出来的时候就是给侄子要钱，到你儿子现在8、9个月了，还是给侄子要钱，这事儿说得过去吗？其他的后面的事儿就更清晰了。那10万块钱，你父母能问你哥要，不就说给他听的吗？我感觉是。走吧，没有就真的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到底是8万块钱还是一个孩子的姓氏，就把你们家人逼成这样，就是嘴脸这么难看。你就说句实话，你参与了没有？参与了。你心里也是不服气对吧？对。为什么我儿子不姓我的姓，跟你姓是吧？对。你的愤怒是在那个时候是吗？对。然后那个彩礼钱是怎么回事？你能告诉我们吗？咱们今天把话说清楚，分也分得个决干净，你知道吗？那8万块钱的彩礼到底是出于什么就要问他要？8万块钱彩礼是当时结婚的时候确实是借的。是问你哥借的吗？嗯，对。那你哥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呢？因为我哥那边说，给孩子要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，确实需要钱，学费比较高。那你作为老公你怎么想的呢？借钱还账天经地义，人家要用孩子上学也是。不是啊，这不存在啊，你完全可以不给他8万块钱嘛。哎，我这里插一句，您有没有搞错？那个借钱的债主是您父母，不是他哎。对啊。他没有向您的哥哥嫂嫂借钱啊。你给他的彩礼钱，你怎么问他还呢？你后面的事你还都参与了是吧？对，参与了。所以你哥他们家现在并不缺这8万块钱，对吧？不缺。那10万块钱所谓的房子钱，你哥至少不用摊，对吧？对。是吧？是的。然后那个家里面那拆迁款，爸妈肯定也给你留了，但是你这媳妇儿在的时候不是你的，是吧？对。坦诚其实挺好的。那现在这个婚姻怎么办？他要提出离婚，你咋办？离不离？不离。为啥不离？因为已经有孩子了。行吧，离不离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我看老师们的建议都是分开，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其实是对下一代的成长不利的。就是没有情感，大家算计的都是钱。那如果说一个婚姻当中没有情感，只有钱的话，是不会幸福。你们俩结婚这1年多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有多久？也就，不到1个月吧。惊了，太恐怖了。所以啊，没有什么情感了，哎，好吧，这个情感到底怎么走，你们自己去做决定，对吧？孩子是你们2个人的，对吧？考虑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办，做父母的可以分开，考虑孩子怎么办，剩下的事儿你们下面去解决吧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真的很辛苦，只是你们没有感觉到。而且这个账我肯定是不认的，不管是8万也好，18万也好，我觉得对我不尊重，所以这个账我不会认。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也快1岁了，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，然后大家也就相互的去理解一下对方，把彼此的事情去讲清楚，然后我还是想让我们继续在一起。
共同抚养这个孩子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好，谢谢老师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鱼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内容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了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我是觉得这姑娘隐隐的还有要出来的意思，挺可怕的。确实可怕。可以说。这样的剧情连编剧都编不出来，但是在现实上演了。一个原来认为我用8万块钱的彩礼，好，老婆也娶进门了，孩子也还上了，钱也该还我们了，想不到这位女性来一个反击，孩子随我姓。哎，这个挺刚烈的啊，就这招特别绝。他知道他们家要什么啊？就是让他来传宗接代生孩子的。好，他把他们的七寸捏住了，他们以为他的软肋，结果哎，真可以拍成电影哦。哎，不是，你想她生孩子，她老公都不陪产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无所谓啊，怀上了嘛，反正总要生的嘛，他不是说顺产吗？这就是没有爱嘛。就是不爱啊，对啊。哪有老婆生孩子？你觉得他没事儿的？另外，我直接怀疑，这8万块钱里是一个圈套，是一个计。因为哪怕是父母问了大儿子借，这也是你们一家人的事情。就像徐伟老师问赵川老师借了8万块钱，我和徐伟老师非常好，他把8万块钱给我花了，赵川老师是无权向我要回这个钱的，这肯定只能找你的。我只能找但是他们家里，而且找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时候是孩子上学，是一个借口。您说，我认为这个时候用一个卑鄙倒是用得上。不是，他那个时间节点挺寸的。孕后期，可能不知道男女的时候，我先把这个事儿抛出来。如果是个女孩呢？对，而且孕后期你还不能打了。对啊，你要是孕早期告诉你，女孩一刚烈，孩子我不要了。8、9个月了嘛。对呀。对吧？然后他告诉你彩礼这件事儿，就是我们可有彩礼这件事儿哦，不是给你的哟。哎呀，太可怕！我就替那个9月的小 baby 难受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哪的，请开门。行，反正有啥话你留着跟你这个岳父岳母他们一家人说去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，毕竟还有一个孩子嘛，坦诚一些，把话都说开，行吗？行。谢谢您啊，请回。其实可以不爱，对吧？甚至可以不喜欢，对吧？还可以没有感情，对吧？但是不能刻意的去害一个人吧。我觉得今天女生做出了一个特别正确的抉择，希望她能在生活里也做出正确的抉择来。来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好怀念我们以前的小日子。那时候虽然家里拮据，但是总能感受到他心里是有我的。我们的日子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吧？结婚28年了，他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。他能不能不要一直对我要求那么多，一直管着我？我身上的压力谁能懂呢？以前的他从来都不会这样。夜不归宿，在家里做甩手掌柜，不负责任。家庭的重担，生活的压力，全部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难道他就不能主动关心关心我吗？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
男嘉宾李先生53岁，来自吉林个体；女嘉宾高女士53岁，来自吉林退休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主持人好。结婚是28年，对吧？对。对。是吧？对。应该是个儿子是吧？对。结婚了对吧？对。儿子结婚欠了饥荒是吧？对。说自打欠了饥荒之后，你人就变了是吧？对，以前挣钱啥都给我，啊。从俺儿子结婚之后，这钱就不给我了。再一个还是咋的呢？以前我说啥是啥，啊。现在这是咋的呢？我说啥都跟我做对。说说吧，为什么儿子结婚之后，为什么钱不交给老婆了？儿子结婚4年了，之前呢20多年全挣钱，我挣多些给多些，给他拿多些，我也不过问，就是你攒多些啊，不是花哪去了咋的？这儿子自从这一结婚，连买房加结婚，外债现在有60多万，60多万的外债。说这钱，我说干这么些年，1分钱没攒下，全知道借的。孩子小学前没花多少钱。就是上初中、上高中，我们都是一色儿，全是就是那高消费，就是属于就是封闭学校上的吧。完了大学又上4年，1年大学每年都得4万块钱。那你算下来再说，你说孩子上学这块是不是得好几10万呢？再说了，你说那个住家过日子，你说柴米油盐那啥不得花钱吗？你说我这说作为一个女人，那人都穿溜光水滑的，那我就穿的是破衣漏收的，对你脸好看吗？是正常开支，谁家都得花。以前刚结婚10来年那时候挣的也少，你说孩子上学啥的，怎么也够花吧？也不那时候就是打算10来年，1分钱不攒。现在后10来年我干这个活，现在1年怎么也能挣个7万8万的，咱就打算花一半，还得剩个3万4万的吧？您工作吗？我不工作，我全职在家就是哄孙子。儿子结婚之前您工作吗？儿子结婚之前偶尔就是打点小零工啥的。所以家里面一直是这个男人挣钱，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明白了。就是我辛辛苦苦24年挣下来的钱去哪儿了？为什么儿子结婚拉了那么多的饥荒，是吧？对。你是觉得借钱很正常，但是借那么多你没想到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你借可以借，不能说是一点没攒下，全知道借。那你挣的还少啊？你要挣多的话，不攒下了吗？自从有这个网，你有用的也买，没用的也买，屋里头都摆一堆，有用的就放到搁那搁了，没用的该送人送人，该撇的撇，这钱不都是乱花的吗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就是人家回答您了，不交钱是因为觉得24年来您这账管得不好，所以不交，好吧？那回应一下，为什么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呢？为啥呀？现在就是压力太大，这些饥荒啥都得我还，都得我自己干活。哦，等于你要为儿子还60多万的饥荒。对，钱是我借的，只能自己承担嘛。那你说主持人，他天天就斤斤计较这些事儿啥的，他咱说以前哈，我俩约法3章，就是比如说就是结婚之前，就是也不许在外面就是过夜，也不许咱说打麻将啥的。自从儿子结完婚拉完这些外债吧，你问问他，就是天天在外面打麻将，就是1周是不是得打个3天2天的？晚上有时候都不回家。这也是就是偶尔的。之前解释，从结婚这儿都说了，约法3章，俺俩都互相就是谁也不玩牌，谁也不打麻将。这么些年儿子结婚之前我也做到了，从来我也不玩。自从儿子结婚之后，这外债有时候寻思想出去放松，偶尔出去就是玩个1次半次的。懂了。那是偶尔吗？你好好想想，每周咱说你不出去2天玩3天2天的，有时候在外过夜。那我该干啥也都干了，也没说不干。你1周玩个3天2天，晚上都在外面过夜，你不减少干活吗？你咱说你要正干，还像以前似的，咱说你天天干活，你像这样过日子吗？他可能已经不想过这个日子了。除了这个在外面过夜打麻将，现在还有什么喜好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主持人，咱说咋的？以前吧，他喝酒啥的，就偶尔就是家里来那个亲戚朋友啥的，偶尔就是陪人就是小喝一杯啥的。从俺现在开始啊，就那个喝酒，就一整这些狐朋狗友就喝得烂醉，咱说那你就除了吹牛哈，你说就咱说就误事儿的，你说我孙子头些日子吧，发烧烧39度多，完我给打电话呢，他电话他就关机。我怎么打不通，我自己弄不动他呀，你说，咱说只能在家这么挺着，结果等到第2天吧，第2天他回来了，
那脚走道都走不稳，完了舌头说话都就是说就捋不直那伙的。我一看这样，他说也不能跟他上那个医院呢，跟他孩子。等到醒了酒之后呢，就是晚上了，完了他开车呢，我俩拉上医院了。大夫说了，哎，这孩子要是发烧怎么这么时候才来呢？你说，那这急性肺炎已经做成了。你说他误了多少事儿？你问问他，他心里有没有愧呀？你说这样。是，孩子发烧那也不是我想干啥的。不是，我也这个为什么不是自己儿子带，而是爷爷奶奶带呢？这事儿很奇怪啊。儿子儿媳妇都在外地工作，他这个孩子，你再说他们要是经问不了，就必须。他们为什么管不了？他们管不了，为什么要生啊？他没想带。但是你再说他在外地工作，你这孩子说就是从小6个月之后，你一直都由我带的。你让他们把孩子接回去不就完了吗？现在可倒好了，现在他说你出现这种情况之后，人家根本不放心我们了。这不放心就对了呀，赶紧拿走啊，自己带啊。自己拿走，他们要雇保姆。你就雇保姆呗。雇保姆现在家庭都这种情况了，该这么些外债，你说那要是真是雇保姆的话，你说这个外债，你说这不又一笔开销吗？你说那不雪上加霜吗？再说这孩子我也离不开，我一直在说都在我身边长大的。你说，我说那你那个上那个儿子儿媳妇跟前说一说，别让他雇保姆了，咱们还得由咱们来带吧。你说自来咱们在咱们跟前长大，再一个咱说雇保姆咱们不放心，结果他去跟儿媳妇没说几句，就跟人儿媳妇干起来了。我去了，他们也没说什么太好听的，我听了也难受，所以我也上火。跟他讲那两句呗。他就说啊，你们要是信不着，你们信着给整这么大了啊，就偶尔一次又怎么地，他不说。他说的没错呀。那没错，他说那孩子发烧这样子，他说你说你一点愧疚感也没有吗？那还跟人儿媳妇谁不生个病啊？他们自己做父母的不带孩子，摔给了爹妈，自己结婚不出钱，让爹妈背60多万的饥荒，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你们呀？他们有什么资格呀？你关键主持人咱说咋的呢？你说那孩子说就耽误了，要是不耽误话，咱说他不带发烧肺炎的，那你要及时去的话，他不关机，他回来了，是不是直接去话这跟他有关系吗？肯定有关系、啊。这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们都越位了，还在这儿说。你说他还不耽误？那你要儿子还是要老公啊？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，把自己老公给逼死了吗？那我寻思啥，就是人这不都一代一代这往下传吗？你说那隔辈亲吗？啊，你说要说那孙子屁股儿的我都亲，我都稀罕。你说还有啥？这是耽误了您带孙子的大计和大事儿。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对他？哎呀，咱说最不满意，咱说咋的呢？你说就是现在咱说咋的？他就跟人喝酒，就是乱吹嘛，乱吹。咱说喝酒，他那个朋友啥，我感觉没有一个就是像咱正儿八经过日子的。他跟人家说喝酒，那个有个朋友说啥？他说的，哎呀，他说不行话，他说你看你家欠那么些外债，咱们不行，咱俩就是开个那个公司吧，就是你投10万，我投10万，咱先小做。结果呢，咱说他呢根本咱说都没跟我商量，在酒桌上直接打人去了。下酒桌呢，回家呢就说啊，你去上你娘家去借钱去，上你哥家你姐家去借钱去。你说我哥家我姐家条件他都知道，根本不好。你说咱说他逼着让我借，咱说那我就寻思也是好事儿，那就借去吧。借该说我姐和我哥呢，咱说就是条件不好，他也东挪西凑的，也给整，他俩也给整了10万。那个朋友投了10万，完我家他投了10万，投10万，咱说就这个房子里头不得装修吗？人那人投之后呢，人就去干活去了，他都是就搞装修这一块的嘛。结果呢，他就是天天就是在这个就是装修这里头一直干。都整2个多月了吧？你说那一天500的话，你说是不是得耽误3万多块了？外面那活儿，你问问他，咱多些打电话给，都捞不捞去干去？投完就是这个钱之后，就是小来无去，他还往里搭。他那朋友一直说都没露过面，就一直说在外头人打工挣钱呢。你说他是朋友，咱说，你说是朋友吗？你说？你就觉得他朋友在骗他呗？肯定啊！啊，那他出去打工这个算你们公司的业务吗？还是算什么？这个不算，我那个朋友就是家庭也是不算太富裕，人朋友之间就是谁多干点少干点，我也没计较那么多。哦，那你们投这10万块钱干嘛？就投出来装修一个房子，干嘛呢？装修房连租房嘛，租门市嘛。哦，行。那你说他那朋友不富裕，人家朋友不富裕，人没拿60多万呢，他呼整60多万，他还可怜人家，说人家不富裕呢。不是，这60多万是怎么欠下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60多万，咱说咋的？你就是儿子结婚，完了再买个房，说就一共花了多少钱
一共花了能有70多万，完了就是手里头咱说一共就能整了10万，拉60多万嘛。所以你怎么敢？那儿子结婚，那你说没有房子，谁家你说说个媳妇儿，那你说没有房子，咱说了，你说那这钱不是应该他们还吗？他们还现在你说他结婚就要孩子了，那你说他们没有经济，就是这方面，你说老人寻思咱说就所以就要逼死老公是吗？那倒不是，咱说那不怎么不是呢？按您这说法，我刚才算了一下，一天500的工钱，10天就5000，对吧？1个月就是15000，10个月15万。这个他还有没有活的时候？干了24年的这个装修，家里面就存了10万块钱，这事儿是有点说不过去啊。那他还有没有活的时候呢？是有没有活的时候啊？那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啊。那我也没乱花呀，你说就是。所以这就是他的心结嘛，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干了？他不愿意干，那你说不也都是为儿子吗？你说那个上别为儿子，也不是给他娶媳妇儿。那不他儿子姓他姓吗？你说姓他姓的儿子没本事就别娶呗。你在那儿绷什么面子呀？那你今天来干嘛？让他把钱交给你？他不可能交给你，他自己管了。人家说了，60万的债得我还，你们都不管，我挣了钱还得交给你们，我图什么呀？那他有什么错呀？那他错，咱说那你说，自来咱说我就跟他风风雨雨，咱说这么些年了，是咱说钱咱说没攒下，但是咱说那个孩子说我也给他管理挺成功啊，那孩子成功什么呀？上大学了。成功什么呀？我没听出来你儿子有任何成功。自己娶一个媳妇让爹妈欠了60多万的债，自己生一孩子把孩子扔了让爹妈带着，1分钱不给，你儿子不就一吸血鬼吗？你怎么成功了？你告诉我。那中国老人不都这样吗？谁说中国老人都这样啊？哪个中国老人是这样啊？我们那块都这样，就是都管，就是都管。这又改成你们那块了？你不是中国老人都这样吗？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这个老父亲，你知道吗？搁谁受得了？就是我干了一辈子。干到最后，我欠60万，然后没人管我，我还要再还这60万。那你说我也没说像人穿金戴银呢。你说那你我没说您，您替他想想，其他的事儿我都不说，我就仅说这一件事儿。那你说你心疼过他没有？这的理念不改叫累死自己，看见没有？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们听起来是心疼你们夫妻2口子。哎呀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？咱再来同情同情他们吧。先看看你们的日子应该怎么盘活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波红兄，儿子知道这60万债务吗？儿子现在没让他知道，寻思他说要他知道话，他不压力更大吗？您的儿子媳妇都是大学毕业的吧？对。现在都有正常的工作吧？有。2个人加起来的月薪是多少？一个人就是5000多块，完俩人1万多块，不是，你是这个房子是全款还是贷款呀？首付完了借了一些，还贷的款嘛。那他这个房子得买多大呀？就是100多点儿。这60不就够吗？我寻思以后。哎，你这房子是用谁名字买的？就是我们的名，就是寻思咱说是没有钱嘛，要是用他名，他们不得还贷吗？你儿媳妇不知道这房子是谁的吗？他就我们就这一个儿子，到啥时候他就寻思，他说写谁名都无所谓。所以儿媳妇人家对房子是没有要求的，对吧？对。就是你在那儿好死要面子嘛，逼着老公去买房嘛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啊？我寻思啥？你说娘家不是就是远地方的，我寻思来姑娘家来住啥的，不有地方吗？那你现在自己为啥不住到儿子家去啊？现在你帮他们带孩子，为什么你不住进去啊？他们就是在那个外地嘛，他说。所以要买那房子干嘛呢？谁住啊？那房子现在谁在住啊？儿子儿媳妇在住啊。他们不是在外地吗？对，在外地买的。他就在当地给买的房子。在他当地买的。我认为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必须和儿子说清楚。面对这样的债务，爸妈和你们一起来承担。1万多的月收。每个月拿出2000还房贷，必须的。然后经济账大哥管。他这把年纪继续赚钱，事实就放在这里了。面对事实，面对现实。但是，大姐，您如果说真想好好过，
就不要除了埋怨还是埋怨，应该埋怨的是自己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你说，文老师，文老师，你首先我这么说啊，您的教育一定是失败的，因为你们2位已经年过半百了，他没有让自己的父母能够有一个快乐的、安详的晚年。你和他一起啊，逼着他的父亲，现在在外面活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精神萎靡，生活空虚，看不到头。为什么看不到头啊？这么庞大的债务对他来说，他前半辈子白活了，前面50年白干了。然后叔叔，我想跟您说一下，你可以斗争，可以反抗，但是你要良性斗争和良性反抗。你跟他反抗没有用的，他耳朵一捂，啥也听不进去。你真正要破局的话，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应该找你的儿子谈一谈。之前我俩也商量过。你不要跟他商量了。我说儿子，你跟他商量有什么用？跟儿媳妇儿也都有工作，这房贷多少的，咱跟他说一声，让他给拿点儿。你就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会把儿子叫过来，跟他们说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？你们也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，不要跟您夫人商量。你让你们俩商量有结果的话，不会日子过成这么样子。你如果不希望你未来20年还要持续不停的日以继夜的7乘24小时打工的话，放过自己。你们再这样下去，今天生了一个孩子，万一还要2胎呢？你怎么办？我说完了。曲总。糊涂的大姐，压抑的大哥，还有冷漠的感情。大姐，我算了一笔粗账啊，大哥1年挣7、8万，24年100多万，小200万，怎么没了？他以前没挣那么多，就是这能有10年，就是装修这一块。好，那你说挣多少？你告诉我，这24年能挣多少？告诉我。也就挣个几十万呗，几十？7、80万呗。7、80万，对不对？花大件到哪儿了？大件儿，你就说咱说小孩上学这一块，你不得花钱吗？你报过账吗？你老整这个似是而非的，什么不得花钱吗？什么不得花？花了什么钱？花了多少钱？我都不知道花哪儿。所以你糊涂啊！你老公认为你是个明白人，能算笔清楚账，信任你，把钱给你这么多年，现在就是不信任你。这是第一，账很糊涂；第二，感情上也不信任你了。你哪一点你做的事情能为老公想一想？你的脑子里有你老公吗？有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大姐，我们要想管理好这个家，先得知道谁最重要，夫妻感情最重要。你到现在为止，你还不知道到底你应该去爱谁，什么是应该的爱？你的孩子现在是什么状况？被你养育成了什么样子？太冷漠了，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什么？都是你越位，都是你角色不清晰，都是你手伸得太长的一个结果。得了，就这吧。米娜老师，就家里头如果有一个能够替孩子考虑很多的母亲，挺好的。但是您问题就在于话太多，该说的不该说的你都在说。老公的生意你要叨叨叨，儿子的人生你要叨叨叨，你的参与感太强烈。如果在家没有创造经济价值，我建议就在家里干好自己的那一部分，就比如说照顾他们的健康，照顾他们的身体，干好这一块，只对这一块说话。你怎么就认为你的丈夫出去一定会被骗？如果你那么能耐，你为啥不出去挣个钱？你这么能干，你到哪儿家不能做个家政，不能做一个什么月嫂什么的，月收入1万不是梦啊，对吧？我这不有孙子吗？你孙子你还给他爸妈去。你媳妇儿你以为爱你吗？不爱啊！你媳妇儿根本不会感激你，因为你抢走了他孩子，你把手插在他们小家里，而你其实挺精明的，看上去让儿子儿媳妇儿背了锅，叫做吸血老人，但是你却没有像我知道的还有一批真正被吸血的老人，他们是怎么样啊？钱真的是给儿子买了房子了，但是名字写的是儿子的，贷款虽然是儿子在还，可是老人每个月把钱打到银行。这叫做真的给儿子着想，房子都是儿子的名字哦，儿子是户主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是户主啊，你们自己做了一个投资啊，儿子将来不养你们老，你们就把房子卖了，儿子赶出去不就完了吗？自己都留了后手的，这房子跟儿子没1毛钱关系，儿子只是没有掏租金而已。你们不就是在一个城里买了一套房子租给了儿子，儿子儿媳妇免租吗？
然后你们聪明得很，你如果不聪明的话，你自然就会像我们见过的还有一些更可怜的妈妈一样，自己觉得我好爱孙孙，但是他的妈妈也好爱孙孙，我还好爱儿子，所以我要去照顾他。房子那么大，我去住佣人房，我给他们一家洗衣做饭带孙孙，这样他们夜里回家还能够抱着孙孙睡觉呢。你看，这才叫成全儿子儿媳妇儿。你成全了吗？你根本不想伺候儿子、伺候儿媳妇儿，还要伺候孙子啊！你只想把孙子领回家来。为什么领回家来？领回家你就可以不出去打工了呀，你就可以在家里头发挥你的价值，又可以跟过往一样，你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告诉你儿子儿媳妇儿，你看你们的孙孙在我这儿，你妈我多忙啊！告诉自己的老公，你看我之所以还能够指手画脚，让你做这做那，因为我不但替你养了儿，我现在还替你养孙。而且他一定还挂在嘴上说，你看看这孩子是谁的，是我家姓的吗？这是你们家人，我都是在替你们家人打工，替你们家人卖命。于是丈夫还觉得我好欠你的呀。今天为什么这一些我们的兄弟们都生气了？是因为你让他难过，你都得了便宜了，咱就别卖乖了。你的丈夫已经在日复一日的还贷款了，你一分钱不还，叽叽哇哇的说什么？老就管男人怎么挣钱了，有本事你出去挣啊！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这个生意的事儿别说话，让你老公自己决定。老公能拿多少钱回家，咱就花多少钱的。孙子还给儿子儿媳妇儿，儿子儿媳妇儿如果要请保姆，让他们自己花钱请。接下来能打工咱就打工，帮着你老公一起还房贷，这不叫儿子儿媳妇儿的资产，这叫做你们老两口自己的养老钱。你们还的也是你们自己的资产。有一天儿子儿媳妇如果不孝顺，你们把他捐了都可以，跟儿子儿媳妇没1毛钱关系。好了，听懂了？还抱怨吗？我估计他也没想那么深啊，在法律上确实是这么个事儿，但是他可能没想到那么深啊，确实想留给儿子的，这个不说他了。总而言之，就今天认清几个事实：24年。他含辛茹苦，他觉得什么都没得到，除了得到了一笔债务。因为在这个过程里，作为男人看男人，他的角度又不一样；爹看儿子角度又不一样。这儿子到底养没养成功，他心里有一笔明账，不是说你说成功就成功了。妈妈眼里，儿子永远是最好的儿子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件事儿。第二件事儿，李娜老师那观点我是同意的。其实就是绝了人家妈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嘛，你不让人家做母亲嘛，你剥夺了人家做母亲的权利嘛，对吧？客观上是不是？客观上是不是？你居然说出来了，哎呀不行，我现在带的有感情了，送回去我受不了。所以你的主体全变了。第二层，这个男人被你24年。也就毁成这样了，那个小男人我看也就这么回事儿了，就他的儿子也就这么回事儿了，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嘛，儿子儿媳没有任何的感恩之心嘛，相当于什么事儿都不问，不负责，自己的孩子生了不养。所以今天回去做几件事儿，第一件事儿，孙子该谁带谁带，不该你带。第二件事儿，你的核心是他，他的核心是你，你们俩得抱在一起过日子。那你说他钱，他现在一直他把，他不给我了，你说就不能给你100多万都搞没了。咱想花钱自己挣去，真的别老做全职主妇了，挺能干的，干啥都行，都能挣的挺好的。决策决得那么好，对吧？现在到这个岁数了嘛，你要看不上他自己打工也行，能吗？孙子不在我这，我也可以干点别的，干点什么。就零碎零散工啥的，给你刷个碗。别零散工啊，踏踏实实打一份工啊，感受一下一个人怎么含辛茹苦工作24年呀。咱就含辛茹苦工作2年就行，都不用24年。最后就是，还是要学会感激的，要学会感恩，彼此都需要感恩。要说这28年，你媳妇儿也不容易。是吧？是不是不容易？老百姓的话嘛，抹个稀泥，日子还得过，咱这稀泥只能这么活。3点建议你们自己看，供参考。
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那你说那钱你拿着可以，但是说你能不能那个合伙人你别跟他做了，找个正儿八经的人合作。现在已经这样了，我也想尽快多挣点钱，尽量吧，回去商量商量。今天来这个节目上，我也就是他们这些老师也说这些，我深有体会。看回家的时候，看这是孩子啥的，我也寻思了，看他们能带自己带，咱俩的时候就这一块，还是要说能过，咱俩得好好过，都已经就是都50多岁了。我也这么想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11，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哎，伯宏兄，也确实陪伴二宝12年了，从来没有这么生气，因为是同龄人，更加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一个年龄的我们应该怎么办，应该怎么去处置家庭。但是也欣喜这位大姐在最后自己也认为有些话她听进去了，也但愿这是一个美好的开端。双出，文老师，双出，徐总，双出，双出，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今天再说就是你们这几个老师教诲的我吧，我深有感受。虽然说就是你们的话语啥的就挺生硬的，但是说对我都挺有帮助的，真的。但是我特别感谢你们。我们不叫生硬，叫诚恳。不是所有人的生气都只围绕一个核心，希望你们过得好，看不得你们被欺负，也看不得你们中有人欺负另一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你不就觉得虽然我们这话说的很生硬，但是我们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吗？因为大姐，您在对儿子这件事情上真的是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哎，慈母多败儿，慈母多败儿。今天我就是乍来的时候我还寻思来不来，今天我来正了。我感觉咱说你们就是说，虽然说就是有这里头有年轻的吧，但是我感觉比我就懂得多很多。我以前确实咱说对他关心确实少，今天这么一说，我对他挺愧疚的。大姐主动抱他一下，抱一下。哇！行，回去吧，祝你们幸福。大哥注意身体啊！谢谢老师，谢谢主持人。谢谢，请回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。请回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爱还需要智慧。其实今天这个，很多观众看完以后，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启示吧。启发和启示吧，人生的后半段到底应该怎么做？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，广电5G192全新号段，全新体验，让爱相连。再次的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同时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